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33章。一個首領的垮台。世上從未有過如此巨大的失望。6個人都一動不動，仿佛被閃電擊中了一般。但是，對長約翰·希爾弗來說，打擊的影響幾乎立刻就消散了。他所有的念頭都像賽馬一樣飛快地奔向那筆錢。然而，在1秒鐘之內，他勒住了韁繩，沒有失去理智，恢復了鎮定，並在其他人察覺到他的失望之前，改變了計劃。吉姆，他低聲說，拿着這個，準備好應付即將發生的麻煩。說着，他遞給我一把雙管手槍。與此同時，他開始悄悄地向北移動，只用了幾步，就在我們2人和另外5人之間隔開了一個小洼地。然後他看着我，點了點頭，好像在說：“我們被包圍了。”事實上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他此刻的態度非常友善，看到他不斷地改變態度，我感到非常厭惡，忍不住低聲對他說：“這麼說，你又換邊站了，是嗎？”他沒時間回答我。那些海盜們一邊咒罵着，一邊驚叫着，開始一個接一個地跳進坑裡，用手挖掘，把木板扔到一邊。摩根找到了1枚金幣，他舉起金幣，同時不停地咒罵着。那是1枚2幾尼的金幣，在短暫的幾秒鐘內，它在人們手中傳遞着。2幾尼，梅里喊道，朝長約翰·希爾弗揮舞着它。這就是你的70萬英鎊，對吧？你就是那個訂立契約的人。你就是那個從不出錯的人，對吧？該死的固執鬼！繼續挖，孩子們，長約翰·希爾弗厚顏無恥地說，如果你們能找到一些能吃的水果，我一點也不會感到奇怪。啊，是的，梅里喊道，你們聽到了嗎，夥伴們？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，這家伙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件事，看看他的臉，你們就能看出來，那上面寫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梅里，長約翰·希爾弗評論道，你又想當船長了，是嗎？你真是個有進取心的小子。但這一次，所有人都無條件地支持梅里，他們開始從坑裡出來，憤怒地回頭看着。然而，我注意到了一些對我們有利的事情，他們都從與長約翰·希爾弗相反的一側出來。好吧，情況就是這樣，我們這邊2個人，他們那邊5個人，坑在2方之間，沒有人敢先動手。長約翰·希爾弗一動不動，只是專心致志地觀察着他們，拄着拐杖，挺直了身子，像往常一樣平靜。他是個勇敢的人，這一點毫無疑問。最後，梅里似乎認為說幾句話會有助於解決問題。夥計們，他說，只有2個人，一個是那個把我們帶到這裡，讓我們陷入困境的老瘸子，另一個是那個小狗崽子。我要把他開膛破肚。現在，夥計們，他舉起手臂，提高嗓門，顯然打算發起衝鋒。但就在那一刻，砰砰砰，3聲火槍的射擊聲從樹林中傳來，梅里一頭栽進了坑裡。那個纏着繃帶的人像陀螺一樣旋轉着，然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死了，但還在抽搐。其他3人則轉過身，驚恐地四散奔逃。眨眼之間，長約翰·希爾弗用他的双管手槍向試圖從坑裡爬出來的梅里射擊。當梅里抬頭看着他，已經奄奄一息時，他對他說：“喬治，我想我已經和你算清賬了。”就在那一刻，醫生、格雷和本甘從小樹林裡出來，加入了我們。他們的火槍還在冒着煙。前進！醫生喊道：“快點，夥計們，抓住他們，
必須把他們趕到小船上去。我們開始飛快地奔跑，有時在灌木叢中身陷至凶。我要告訴你們，常約翰·希爾福拼命地想跟上我們。那个男人所做的一切，拄着拐杖跳躍，直到胸部的肌肉好像快要爆裂，這是任何健康的人都無法比擬的。醫生也這麼認為，但他已經落在我們後面30碼遠，並且快要精疲力竭了。這時我們到達了高原的邊緣。醫生，他喊道，別着急。當然不着急。我們可以看到3個幸存者，他們位於高原上一個更加空曠的地方，並且朝着他們來的方向跑去，直接朝着後圍山跑去。我們已經在他們和小船之間，所以我們4個人坐下來喘口氣，而常約翰·希爾福擦着臉上的汗水，慢慢地向我們走來。非常感謝你，醫生，他說，你來的正是時候，救了吉姆和我。原來是你，本干，他補充道，你真是個好家伙。我是本干，是的，這個被流放到島上的人回答道，因為尷尬而像鰻魚一樣扭動着，而且他在停頓了很長時間後補充道，您好嗎，希爾福先生？您說您很好，謝謝。本，常約翰·希爾福小聲說，想不到你竟然贏了我。醫生讓格雷去拿一把叛亂者逃跑時丟棄的鶴嘴鋤，然後當我們平靜地走下山坡，朝着小船等待的地方走去時，他開始簡單地向我們講述所發生的事情。這個故事引起了常約翰·希爾福極大的興趣，而本干，這個有點傻的流放者，從頭到尾都是這個故事的主角。在島上漫長而孤獨的遊蕩中，他發現了那具骸骨，是他移動了它。他還找到了寶藏，並把它挖了出來。坑裡那把斷了的鶴嘴鋤就是他的。他經過無數次艱辛的跋涉，把寶藏從那棵高大松樹的腳下背到了他所知道的一個洞穴裡。這個洞穴位於島嶼東北角的雙峰山上，並且自從伊斯帕尼奧拉號到達前2個月，就一直安全地存放在那裡。當醫生在襲擊後的那天下午從他那裡得知這個秘密時，並且當他在第2天早上看到錨地空無一人時，他已經去找常約翰·希爾福交出了地圖，因為這張地圖在那時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了。還有那些物資，因為本干的洞穴裡儲藏着他自己醃製的山羊肉。他已經把常約翰·希爾福想要的一切都交給了他，只要他能安全地從柵欄搬到雙峰山，在那裡他們可以安全地躲避瘧疾，並且可以監視這筆錢。至於你，吉姆，他說，我很傷心，但我做了我認為對那些履行職責的人最有利的事情。如果你不在他們之中，那是誰的錯？就在那天早上，當他得知我將要捲入他為叛亂者準備的巨大失望時，他已經飛快地跑到洞穴裡，把特里勞尼鄉紳留在那裡照顧斯莫利特船長，然後帶着格雷和這個被流放者橫穿島嶼，以便駐紮在松樹旁邊。然而，他很快意識到我們的小組領先於他，因此本干可以說腳下生風，被派去當先鋒，以便他獨自一人盡其所能。然後醫生想到了利用他以前的傳有的迷信性格的想法，而這件事進行得如此順利，以至於當尋寶者到達高原頂端時，醫生和格雷已經在那裡等着他們了。他們埋伏在樹林裡。常約翰·希爾福說，我很幸運有霍金斯和我在一起。你不會眼睜睜看着老約翰被撕成碎片的，醫生，想都不會想。一次也不會，利弗西醫生高興地回答道。我們剛剛到達小船旁邊，醫生揮舞着鶴嘴鋤，摧毀了其中一艘船，然後我們都上了另一艘船，朝着北灣駛去。
我們距離那裡有8-9英里遠。長約翰·希爾福雖然已經筋疲力盡，但他還是像我們其他人一樣被安排在其中一隻槳旁邊。很快我們發現自己正在平靜的海面上飛速航行。我們很快就穿過了海峽，繞過了島嶼東南端的夾角。4天前，我們曾拖着伊斯帕尼奧拉號繞過這個夾角。當經過雙峰山時，我們可以看到本干洞穴的黑色入口，以及一個靠在火槍上的人影，那是特里·勞尼·鄉绅。我們揮舞着手帕，並發出3聲歡呼向他致意。長約翰·希爾福的聲音也像其他人一樣熱情地加入了我們。再往前3英里，就在北灣入口處，我們發現了什麼？正是伊斯帕尼奧拉號本身，它正在漂流。最後一次漲潮使它漂浮起來。如果刮起一陣強風，或者如果像在南部毛地那樣有一股強勁的水流，我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它了，或者即使找到了，它也會擱淺，沒有希望再次漂浮起來。但事實是，除了主帆受損外，這些損壞並不重要。又準備了一個錨，並將其拋入1英尋半的深度。我們划船到朗姆酒灣，這是離本干存放寶藏的地方最近的點。然後格雷獨自一人帶着小船回到伊斯帕尼奧拉號上，他將在那裡守夜。從海灘上出現了一個緩坡，一直延伸到洞穴的入口處。特里勞尼鄉紳在那裡迎接了我們，他對我很友善和藹，沒有說任何關於我逃跑的事情，無論是責備我還是讚揚我。當他收到長約翰·希爾福禮貌的問候時，他的臉有點紅了。約翰·希爾福，他說，你是一個惡棍和一個了不起的騙子，一個可怕的騙子，先生。他們告訴我，我不應該把你繩之以法。好吧，我不会這麼做。但是，先生，死者像磨盤石一樣壓在你的脖子上。非常感謝你，先生。長約翰·希爾福回答道，再次向他致敬。不要向我致敬，特里勞尼鄉紳喊道，我所做的是可恥地放棄我的職責。讓開。隨後我們都進入了洞穴，這個洞穴很大而且通風，有一個小泉和一池清水，一些蕨類植物懸掛在上面，地面是沙質的。斯莫利特船長躺在一堆篝火前，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裡，被火焰搖曳的光芒微弱地照亮着。我看到了成堆的硬幣和由金條組成的方塊，那就是弗林特的寶藏。正是他把我們帶到了如此遙遠的地方，並且已經奪走了伊斯帕尼奧拉號上17名船員的生命。積累，他又會花費多少鮮血和痛苦，多少船只將被擊沉，多少人將被蒙上眼睛走過跳板，多少炮彈將被發射，多少恥辱、謊言和殘忍。也許沒有人能夠回答所有這些問題。然而，島上仍然有3個人，長約翰·希爾福、老摩根和本干，他們參與了這些罪行，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徒勞地期望得到他們那份贓物。近來，吉姆·斯莫利特船長說，你按你的方式來說是個好孩子，吉姆，但我不認為你和我還會一起航行了。在我看來，你從小就被寵壞了。你在那裡嗎，約翰·希爾福？你來這裡做什麼，夥計？我回到我的崗位，先生，長約翰·希爾福回答道。啊！斯莫利特船長喊道。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。那一夜的晚餐多麼美好啊！被朋友們包圍着，我們用本干準備的醃肉，加上一些美味佳肴和一瓶來自伊斯帕尼奧拉號的陳年老酒，吃得多麼開心啊！我相信，從來沒有比我們更快樂或更幸福的人了。還有長約翰·希爾福，他有點孤單地坐着，幾乎在黑暗中，但吃得很香。只要有什麼需要，他就會站起來，甚至悄悄地加入我們的笑聲。和來時一樣，那個舉止溫和、有禮貌
和殷勤的水手。